亲爱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生活中的每一件物品都带有一种能量记忆？你可以花1秒钟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的衣柜深处或者抽屉的角落里还放着某个前任送的礼物，你可能已经几个月甚至几年没有碰过它了。但就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的目光扫过它，发生了什么？就在那一刹那，你的大脑，你的整个神经系统就像被按下了播放键，瞬间被拉回到那段关系里。当时的甜蜜、争吵、失望、快乐，所有的情绪，无论好坏，都随着那件物品的能量印记重新涌上心头。这股能量正在不知不觉中日复一日地影响着你。那么，如果你周遭的一切都在持续地影响着你的能量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告诉你，那个让你感觉生活卡住了，好像被困在原地无法前进的元凶，很可能就藏在你的衣柜深处呢？很多人都害怕放下，害怕失去，因为那些物品代表着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记忆。那是一种熟悉的感觉，熟悉就等于安全。但如果我告诉你，你需要放下的从来都不是那件物品本身，而是那个将你绑在过去的无形的能量枷锁呢？如果我告诉你，那个让你感到熟悉和安全的旧能量，很可能正是阻碍新机会、新关系和新的你进入你生命的隐形屏障呢？嗨，亲爱的，我是艾菲。今天我想跟你分享我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壮大突破，一个关于如何透过放开物质，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并吸引到意想不到的机会的故事。这段旅程并不容易，但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希望我的故事也能为你点燃一盏灯。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2017年，那时候我的事业，尤其是我的 YouTube 频道，像是坐上了火箭一样快速起飞。我真的非常感恩，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活的急速复杂化。我的事业像火箭一样起飞，但我的生活也像爆炸后的宇宙，碎片飞向四面八方。那些为了以防万一而买的设备，那些为了奖励自己而添购的物品，最终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背景噪音，时时刻刻提醒着我那些未完成的计划和被物质淹没的自己。我开始购买很多我以为的好东西，我以为那就是丰盛的象征。但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频繁地搬家，从拉斯维加斯到奥斯汀，再到其他地方。每一次搬家，我都看着满屋子的东西发愁。我舍不得丢，心想这些都是我辛苦赚钱买来的啊，以后可能还用得上。于是我做了一个看似聪明，实则愚蠢的决定，租储藏室。一开始只是一个，后来东西多到放不下，就变成了2个。其中一个在拉斯维加斯的储藏室，我为它支付了2-3年的月租，每个月$400。你没听错，$400，就为了存放一堆我根本不会去看的东西。即使我努力让自己眼不见为净，但我的潜意识深处，我的整个能量系统始终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就像我意识中一块被占用的能量房地产，持续地消耗着我的金钱，更重要的是消耗着我宝贵的注意力与能量。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讲，这非常容易理解。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巨大的联想机器，每一件物品都和一段记忆、一种情绪、一个特定版本的你绑定在一起。所以即使你看不见它们，
你的潜意识也知道它们在那里。这就像在你的心灵后台开着几十个耗费内存的闲置程式，让你的整个系统运行缓慢、疲惫不堪。在你的生活中，是否也有一件这样的物品，一件来自过去关系的礼物，或是一件充满特定回忆的衣服？在留言区告诉我，它让你联想到什么？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而这种能量负担，这种被物质拖累的感觉，在我家里的另一个地方体现得更加极致，也更加讽刺，那就是我家的2个巨大冰柜。时间来到2020年，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惧。出于对未知的恐慌，我做了一件很多人当时都在做的事：囤积。我买了2个巨大的冰柜，把它们塞得满满的，都是各种所谓的健康食品。我告诉自己，这是为了安全，这是丰盛的保障，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匮乏。我一直以为这2个冰柜是我丰盛的实体化身，是我应对所有不确定性的堡垒。直到有一天，我把一些我囤积的价格不菲的健康松饼送给一位朋友，他吃完后发讯息给我，他说：嘿，艾菲，谢谢你的松饼，味道不错，但好像有点冻伤了 ，freezer burned。就是这句话，有点冻伤了。在那一刻，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我突然意识到，我紧紧抓住不放的，我以为是丰盛和保障的东西，根本不是食物，而是一堆可能早就过了最佳赏味期，甚至已经变质了的恐惧的实体。这2个冰柜就是我内心深处匮乏感的物质投射。我害怕失去，害怕不够，于是我用物质把它们填满，结果却只是创造了一堆无用的能量停滞的垃圾。那次顿悟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受够了，我受够了这种被东西拖着走的感觉。我决定从那个最让我头痛的地方开始，那个在拉斯维加斯15×20英尺像个无底洞一样吞噬我金钱和能量的储藏室。我联系了搬家公司，告诉他们除了极少数几样东西，其他的全部帮我捐掉或者处理掉。我甚至没有亲自回去，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看到那些东西，我的情感很可能会动摇。那天下午，当搬家工人开始工作，透过电话和照片向我汇报进度时，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发生了。我的灵魂就像被成千上万条细线绑在深海的海底，每一件物品就是一条线，将我牢牢地固定在那片黑暗、冰冷、压力巨大的地方。当那些东西被一件件搬走时，我感觉那些线正在一根根地被切断。我发现自己竟然开始上瘾了。我对着电话那头的工人喊：丢掉它，对，那个也丢掉，全都丢掉。每丢掉一件，我就感觉更自由一点，更轻盈一分。直到最后，当他们告诉我储藏室已经空了的时候，我忍不住对自己，也对着电话那头说：我自由了，天哪，我自由了。 I feel free, I feel free。 就像那颗挣脱了所有束缚的气球，我的整个存在猛地、加速的、无法抗拒的冲破了那片黑暗冰冷的水域，冲向海面，拥抱阳光与空气。那种感觉就是重生。而故事的高潮发生在最后。过程中，工人找到3台电视机，都是功能完好，而且在当时还挺值钱的。我一开始的本能反应是，电视机留下来，我想想怎么处理。我还想着或许可以卖掉，或者送给特定的朋友。但在经历了前面那种排山倒海般的释放快感之后，仅仅过了几分钟，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们说：听着，那3台电视也一起捐了吧，我不需要了。
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知道一个真正的内在的突破发生了。在那一刻，对我而言，能量的自由、心灵的轻盈，它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任何物质的账面价值。我真正的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了自己。在清空了几乎所有过去的遗产之后，我最终只留下了一个装着无法取代的家庭相册的箱子，2个装着一些重要文件的盒子和一件非常旧的 T 恤。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丢掉了那么多昂贵的东西，为什么要留下一件旧 T 恤？这件 T 恤是我在2017年刚开始全心投入创作影片时最常穿的一件衣服。它很普通，甚至有点褪色，但最神奇的是，它直到今天还带着一丝我父亲家里的味道。那是一种混合了特定洗衣精和老房子木头的气味。每当我拿起它，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能瞬间被带回到那个充满梦想、热情和一点点天真的时期。那个时候的我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想象，每天都为了创作而兴奋不已。那件 T 恤就是我与那个版本的我最强大的能量连结。我想透过这个小小的故事，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放下的更平衡的智慧。真正的放下并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一无所有、冷冰冰的苦行僧，它的真谛在于有意识的选择，是我们有意识的选择，只为那些真正能够滋养你的灵魂、提醒你的初心、激发你的热情的记忆和能量留出宝贵的空间，而不是被动的被所有来自过去的不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占据你的现在和未来。这就带我们回到一个最重要的宇宙法则：你的外在现实永远是你内在现实的反应。当你清理你的物理空间时，你也在为你的内心、你的能量场创造出一个真空。而宇宙最讨厌真空，它会立刻用新的与你当下频率相符的能量、机会和人事物来填满这个空间。这就带我们回到一个最重要的宇宙法则：你的外在现实永远是你内在现实的反应。当你清理你的物理空间时，你也在为你的内心、你的能量场创造出一个真空。而宇宙最讨厌真空，它会立刻用新的与你当下频率相符的能量、机会和人事物来填满这个空间。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内心充满了焦虑、匮乏感和味觉知识的人，你就算把他放进一个由日本极简大师设计的家徒四壁的房子里，不出3个月，那个空间会再次被混乱填满。未拆封的信件会堆在桌角，象征着逃避；冲动购买的物品会塞满橱柜，象征着试图填补内心的空虚；地上会有散落的衣服，象征着精疲力竭。因为如果我们不清理内在的能量场，宇宙会非常忠实地把我们内心的混乱再次投射为外在的现实。所以整理你的家从来都只是第一步，它是一个强大的仪式，用来启动你内在的清理过程。而这个放下以创造空间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你生命中的其他领域，比如那些消耗你、让你感觉越来越糟糕的人际关系，比如那些你明知无益却不断重复的旧有行为模式。去鼓起勇气，进行那些让你不舒服但必要的对话，去切断那些持续消耗你的能量连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和我在那个清空储藏室的下午同样的解脱与自由。你会为真正的丰盛，不是物质的堆积，而是心灵的平和、关系的滋养和机会的流动。
如果今天的分享触动了你，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能持续带来更深探索的唯一动力。而且，我想温柔地提醒你，像这样深入探讨意识和能量的内容，它的能见度有时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如果你想保存这份智慧下来，我强烈建议你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我们就不会失散。最后，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旧 T 恤是什么。我很期待能读到你的故事。